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今天我要向各位来介绍一部比较特殊的车种，宾士 W126 380 SEC 1984年的车子完修的测试报告。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是380 SEC 的车子。目前张大哥已经把这部车子已经完修了。那完修之后呢，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测试的结果。这部车子它是属于第一代的机喷。我们来看它这个分油盘。这是8缸的分油盘，那它跟我们2代1985年之后的2代机喷有电脑的，然后它有插压阀来控制它的出油量的车种是不一样的。那这部车子呢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油压跟泄油压力的状况。那这部车子如果跟一代机喷的小排气量，比如说6缸的280 M110 的引擎，或者是 W123 M102 的引擎，它们比较不同的，比如说4缸的，它就没有这颗怠速马达。那我们2代机喷，不管4缸、6缸，V8 都有怠速马达。但是这 V8 这颗引擎它是有怠速马达的，但是它是利用这个怠速控制器，它这个小电脑来控制它的怠速。W123 的话呢，它就没有自动怠速控制的这个机制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车子看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加热阀。这个东西呢，它原来车子来的加热阀是堵塞工作异常导致说它在冷车没办法加热，没办法加热的时候呢，就必须要等热车之后呢才能够吹油，否则它会吃不到油。那这一颗后来车主是台中的一位设计师。他后来他又补寄了他一台料车500 SEL 的加热阀，那我经过整理过之后呢，目前是可用状态，所以说他在冷车就不必等待，直接冷车一发动，几乎都可以马上就可以离开了。这部车呢，有整修的部分呢，就是整个分油盘都拆下来整理，那喷油嘴全部清洗，再来，因为张大哥发现它的高压线，第3缸跟第6缸的高压线有断线，所以整组高压线全部都换掉。那目前呢，车况非常良好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反应速度。这部 V8 很安静。体质很棒，反应经过油污整理以后，那反应很快，反应非常快速，而且怠速也很稳定。我们来看它废气的数据。我们要看的是左上角这个 1.5、1.8、2.0这个就是它的含氧量的数据。如果以这1984年是属于1期的标准，它含氧量应该在9%以内，那 CO 值应该在4.5以内。那目前我们看到它的含氧量是1.7，所以我预估它这部车子的 CO 的排放量应该会在1.0以下，可能顶多也是1.0。其实我们有看到这边有个贴纸已经模糊了，它这边的贴纸的数据是CO 值1.0到2.0，然后下面是火星塞的规格。这个
它的怠速的吸油值这么低，应该是属于以张大哥来推敲1.5，然后原厂标准是9的话，它应该在1.0，吸油值应该在1.0甚至于以下吧。那火星塞它没有用错型号，但是火星塞我发现它已经有个年份了，既然已经花了这么多的精神，那就把它让它所有东西都回春了。这部车状况非常好，我们现在到引擎室里面来看它的反应。然后目前，它这部车子车主内装还在整理当中，不过它的外表是一流。好，我们来看它的反应。这V8的反应真的够快速，我们来听听看。反应真的够快速。张大哥刚刚有试车，应该讲说他，脱胎换骨了。整个车子引擎的反应跟新车感觉上应该不会差很多吧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冷气打开，我们来看它的怠速。现在水温超80，我把冷气打开。送风用自动。我们看冷气打开之后，它在750转左右。我把冷气关掉。我们看它上来之后呢，它又慢慢恢复到了大概在750了，所以它的怠速控制非常正确，而且反应很迅速。我们再打开冷气。我们看它反应非常快速，现在是有在开冷气状态。反应好快速。我就要把冷气切掉。我把冷气切掉。我们看它飙上来之后呢，它又慢慢恢复到原来的750。它这个怠速控制的跟2代机喷不太一样。2代机喷它反应比较快，也就是说它恢复到标准转速的时间很快速，但是至少它在1代机喷，它利用怠速来控制器来控制，状况也非常好。只是稍微慢了一点点。好，再打开冷气。冷气 OK， 现在打开冷气在状态。我踩刹车，入 R 档。我要转速下去又上来了，就在差不多500左右。而且车子很稳定，完全都没有抖动的感觉。好，我退到 P 档。OK， 好，入 R 档。入 N 档。我入 N 档。好，入 R 档。车子还是非常稳定。P 档 ，OK， 好。反应好快速，真的有钱应该开 V8 了。而且这380的话，它的水性又跟320一样，像是完美。到外面来看看，好漂亮的车子，金光闪闪，真是金光闪闪，而且它要配这个是 AMG 的3片式的轮圈，非常漂亮的，好漂亮，380。好，这车牌等一下张大哥会把它打马赛克，因为车主很低调，他不希望我们多了解这部车子。
因为它有一点，它希望保持它一点点隐私，这状况非常棒的。状况非常好的车子，令张大哥很羡慕。外观一流，没话讲。而且前后包，LG的大包，侧裙，很漂亮，很用心，可以看得出车主很用心。我们从这个把手，你可以看到它几乎在烤漆的过程当中，是我所有的板件就是全部拆除之后再来烤漆的，几乎是完美。好，这部车子是来自台中的一位设计师，希望他把这部车开回去以后，除了外观漂亮，它内装有没有找机会把引擎室好好的清洗一下？那因为张大哥已经把所有的管线该绑的该固定的都已经固定了，所以说在洗车的清洗过程当中，应该这管线应该不会出状况。因为张大哥有幸能整理到一部这么漂亮的车子，我绝对感到很荣幸。这部车子的引擎体的体质这其实也很棒，几乎很安静，而且我想这部车子年轻的时候，他的表现应该是这样吧。好，今天张大哥的介绍到此结束。